如果你能看懂长鑫的价值，那么你也就看懂了未来中国财富引擎的雏形。那么长鑫科技要在后天开始新股申购了，那差不多呢300亿元将成为2026全 A 股最大规模的 IPO， 市场普遍预期呢它上市之后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甚至3万亿那这么回头一看，朱一鸣当时大手一挥，那个覆盖了接近7000人次的员工持股计划，也就拉开了批量造富的序幕。而当自媒体聚焦于千万富翁的诞生更深层次的一个经济逻辑更值得我们关注，就是以长鑫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企业的这个产业链主企业正在通过极高的就业乘数拉动全产业链的繁荣，通过持续增厚的这个税基正在重构我国的地方财政格局，并且通过股权财政的闭环模式，成为比土地财政更具生命力的财富蓄水池。占鑫行业既是大国科技博弈的核心前线，也是我们民生与财政的双重压舱石。那在产业端呢，长鑫这个节点顶着2026全 A 最大的 IPO 的名头出来，不仅是振奋一下情绪，更核心的是它背后的 DRAM 的产业这部分的存储的那个内容给大家之前介绍过全球的存储现在都在把资源砸到利润更丰厚的 HBM 上面，而 DRAM 的需求呢其实更为巨大。那现在呢就成了长鑫的盘中餐，而且即便是现在美韩3家巨头垄断了30%的这个 DRAM 份额，但是接下来长鑫的发力不只是我国国内 AI 的希望，也是接下来所有需要 DRAM 内存的全球巨头保障出货的关键。这也是苹果发现美光靠不住巴巴来跑来想跟长鑫合作的原因。现在长鑫不仅把产能和技术跑通了，还在资本市场上即将获得这种级别的定价。那么在大国产业竞争的前线上，实际上我们又拿下了关键的一城。但是大国博弈终归得落到老百姓的饭碗上，这一点我们要如何来观察呢？很多同志们就觉得科技拉动的就业它不如地产广泛，就算多了几百个千万富翁，又关其他人什么事儿呢？但实际上一个龙头企业的落地会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材料中游的制造，下游应用层层的传导订单，再通过员工收入的消费溢出带动生活服务的就业繁荣，形成直接就业、配套就业和服务就业的3级乘数效应。长鑫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典型样本。评价一个企业好不好一定要看到它的财富溢出效应，尤其是当地居民。像长鑫这种产业链链主企业，它带来的就业乘数介于6到 6.5 之间。什么叫乘数呢？就长鑫自己它不到2万名员工，1/3是高学历的研发，校招研发岗35万起步加上低至1毛钱的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这妥妥的就是一帮有着极强抗风险能力和消费能力的中坚力量。而且这只是冰山一角，长鑫这种巨无霸它是一个链主，就是它一落地，它的上下游的设计、封测、材料、设备几百家企业就得跟着扎堆。你看看合肥现在围绕着长鑫和金河集成干出了450多家配套企业，整个集成电路的产值翻了7倍，3万多人直接就业，按合肥占鑫产业 6.5 倍的乘数一滚，在合肥就创造了接近20万个岗位。这里头不仅有拿着顶级薪资的高精尖工程师，还有产业线的技术工人，物流供应链的这个调度，不同学历和技能树的这个人都能在这样的生态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分工。然后这帮人赚了钱总是要花吧，数万名产业从业者的高薪和几千名持股员工的这个财富增值，立马就会转化为住房、餐饮、教育、医疗等等生活服务的需求。合肥那边现在新站高新区那边的商业配套和居住社区怎么搞起来的？就是这帮高质量消费群体的需求不断外溢催生出来的。一个龙头带活一条链，最后撑起一片区域的烟火气，这比地产行业拉动的效应和财富的规模其实大得多。一个地产投资某皮带老板其实能拿走80%的利益，剩下的2成，1成在银行，1成才分给上下游的这些钢铁、水泥、建材、家具的行业。而去问问现在的合肥居民，一条京东方的显示链，一条未来的新能源汽车链和即将上市的长鑫集成电路链，就是上万亿的产业规模，上千家的配套企业。占鑫产业吸纳了80万人的就业，而产业链带动的是近150万人的就业。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中部省会城市，现在都开始反向虹吸上海的人才了毕业生现在挤破头的想去长鑫，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沿着产业链层层向外扩散，人才顺着产业链缓缓的向内集中。
那再看地方的财政端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像长鑫这种链主企业一旦跑通，真正发生质变的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一些有识之士总是忧心啊，说哎呀，咱们的地方政府啊，它有土地财政依赖症啊，卖一块地就吃一顿饱，规模高度受限于土地资源和房地产的周期，只要周期见顶，马上就面临着青黄不接。然后强调啊，这是规律啊，不这么做他也没别的选择。言外之意就是央妈就应该放水，就应该无底线的化债，不然你让下边人怎么做？哼，这别人家的孩子不就出现了吗？合肥这几年的财政账本啊，那真是啪啪打某些地方和专家的脸啊。当年合肥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也干到了 45% 啊，那现在呢压到了 15% 左右，住宅用地的出让金回落到了200亿，缺的钱从哪儿来呢？产业税收啊。现在合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经快要破1000亿了，里头超过70%是税收，占新产业开票销售收入首次突破了1000亿，财源根基牢牢的扎在了实体经济和科技这棵树上。土地卖了，它是一次性的，但是长鑫这种企业今年一季度营收508亿，归母净利润247个亿啊，一年光企业所得税就能贡献上百亿级别，加上带动了400多家配套企业层层交税啊，这是一条完整的越滚越大的税收链。而且增值税啊、所得税是央地共享的，这种千亿巨头的崛起，不仅把地方财政给奶足了，而且还是在给中央财政疯狂上分，这就是跳出了房地产存量博弈的泥潭，自己挖了个能源源不断向外产活水的这样的一个泉眼呢。那问题来了，这种能在10年内长成2、3万亿估值的巨兽企业是怎么孵化的呢？这个就得聊一聊啊，咱们经常说的，但很多人看不懂的这个股权财政的闭环了。很多人以为啊，政府搞产业你就撒胡椒面啊，发补贴，那就太想当然了，这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合肥玩的是用国资当杠杆去撬动整个资本市场的生态，占新产业早期烧得猛，风险大，周期长，民间资本那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嘛啊，肯定是不能轻易下场的。这个时候合肥国资啊就冲在了最前面，在长鑫启动阶段直接甩出135亿，把最不确定的早期风险给硬扛了下来。这就等于国家队在前面给你做了担保，后续呢，国家大基金、创投机构甚至民间资本一看啊，安全边际有了，那也就带着钱冲进来了。“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滚动的2000多亿资金，直接用这种方式撬动了8000多亿的总投资，社会资本乖乖跟进啊，这种1:3的杠杆玩法啊，连那些华尔街的投行看了都直呼内行。其实真正的精髓在于呢，政府它也不是只当活雷锋的啊，这个给你投完承担了风险。它实际上也是获得巨大收益的，企业把路子跑通了，生态建立起来了，到了二级市场，国资是按照市场化退出的。那算一算长鑫这一波，合肥国资穿透了之后，大概拿着35%的股份，成本260多亿，按现在的预期估值，账面浮盈超过8200亿。这笔钱如果通过减持慢慢兑现，绝不会拿去补什么日常开支的窟窿，90%以上一定是重新打进产业基金，扭头就去投下一个周期的量子科技啊、可控核聚变或者空间信息。占新的规模和未来，实际上就是这样千千万万个长鑫不断撑起来的财富引擎和蓄水池。处于任何科技革命初期阶段啊，这个科技都是财富的源头活水，而我们就处在 AI 科技革命的萌芽阶段，未来占新的可能性将是深不见底的财富汪洋，远比地产蓄水池更有潜力。从当年投京东方赚了140个亿啊，到投未来浮盈700多个亿，再到今天长鑫这个历史性的一把投出一个龙头，收回一笔巨款，孵化一批新势力，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国资闭环。土地财政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边际效益已经无限递减的今天，它是必然要退场的。而这种以政府引导市场化退出的股权财政，就是那个能完美承接的超级财富蓄水池。它不仅不吃存量，而且还在疯狂的创造增量。所以说我们真正要看到的是这个属于未来的秩序，它正在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件里慢慢的形成我们可看到的那个未来。在前端，长鑫们是大国博弈里撕开科技封锁的重装铠甲，在底座他们是重构国家财税来源和民生财富的超级引擎。曾经那种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以及外部施舍的旧模式，正在彻底的根本性的改变。当这种科技与资本正向循环的源头活水越滚越大，
中国的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就越发的坚实。而在这个新秩序的红利期啊，最终惠及的也不只是那几千个持股的员工，而是全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也都能分享得到这一波红利，祝各位好运吧。